黑鹰拯救者特种部队的老司机，三角洲游骑兵，绿色贝雷帽的战略合作伙伴。以上这些都是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别称。作为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中唯一的航空部队，第160航空团的飞行员个个都是疯批。开飞机时不仅不依靠雷达，仅凭夜视仪在夜间进行超低空飞行。在第160航空团眼里，用支路干玩金鸡独立，用小鸟在电线交错的城市中逛街，在几秒内将全速飞行的黑鹰刹停都是常规操作。凭借着出色的驾驶技术，从暴怒行动到捕获苏联米25，从摩加迪沙战役到红色黎明行动，都有第160特种航空团的身影。面对这不讲理的飞行技术、出色的战绩，火力军甚至怀疑美军给第160航空团的飞行员们吃了某种仙丹，或者是改造了身体。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共同解密这支非人类一般的神秘部队。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是美国陆军一支专门为特战部队提供直升机航空支援的特种作战部队，擅长在夜间低空执行攻击、突击和侦察任务，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下辖的第7、第8、第20特种作战中队、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第85直升机海上作战中队相似，都是扛着特种部队到处跑。不过与其他特种作战中队不同的是，第160航空团专精夜航。陆军其他直升机中队的黑鹰装备红外潜势装备的只有个位数，而第160航空团的黑鹰人手一个。可以说，在第160航空团内部，任何直升机都可以执行全天候任务，而且第160航空团执行需要保证隐蔽，夜晚就成了最好的掩护，所以它也被称为暗夜前行者。美军成立第160航空团的原因就是1980年鹰爪行动的失败。当时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大为恼火，命令前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上将研究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不过在当时，美国还没有直升机部队接受过特种作战的训练，在所有军种的直升机部队中，只有101空降师拥有最丰富的作战经验。于是美国从101师的第158航空营、第159航空营、第101航空营、第229航空营抽调部分精英人员飞行员进行夜间飞行强化阶段。因为其大多数飞行员都是从第158航空营选出来的黑鹰飞行员，所以这支临时部队也被称为第158特遣部队。1980年秋季，第一批飞行员完成训练，美国陆军计划在1981年初进行第二次营救计划，但是该行动在最后被取消了。第158特遣队是当时陆军唯一的特种作战航空部队，陆军自然不希望就此解散，所以在行动取消之后，第158特遣队并没有按照惯例返回101师，而是在特遣队的基础上进行扩充。1981年10月16日，158特遣队改编为第160航空营，后来部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到1990年5月更名为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美国陆军建立第160航空营的目的就是运送三角洲、游骑兵这样的特种部队执行特种任务，所以飞行员呢必须很专业，从空中突击到快速绳索插入，水上直升机抛射、撤离和特殊船只支援，或者是城市突击，都要样样精通，并且可以为执行单位提供空中支援。不过为了保证隐蔽，以上行动要在夜晚执行，这就导致飞行员原本的飞行技术完全派不上用场。加上当初夜视仪的限制，最初选进第160航空营的人一个不注意就机会人亡。最初选进第160航空营的飞行员会被分配到绿色排进行特战飞行训练。在训练中，飞行员需要将原先的飞行习惯完全抛弃，学习新的特战夜间飞行训练，比如夜间的低空高速飞行。只是当时的夜视装备视界狭窄，而且很容易造成视觉差异。如果在困难地形进行低空高速飞行，直升机缠上高压电缆或冲撞山壁的可能性很大。在1983年，由于使用夜视装备执行异于平常的飞行方式，第160航空员的飞行员在密歇根湖上的飞行训练中，因夜暗大雾视线不清，造成直升机撞山，一次直接折损了5名飞行员。在1983年这一年中，第160航空营的飞行员因训练意外事件而折损了17名人员。绿色排飞行员训练的高损耗率，使得美国国防部一度想要终止第160航空营编程，直到飞行员配备改良的夜视装备，适应夜晚飞行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不过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也有好处，第160航空营的飞行员个个都是飞行高手，
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用支奴干玩金鸡独立都是常规操作。时至今日，撞衫的情况基本不会再出现，但是对飞行员的选拔更为严苛，加入第160航空团的难度也会更高。第160航空团由陆军一些最优秀的飞行员以及支援士兵组成。想要加入第160航空团，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为期1周的评估过程。第160航空团的面试官会通过性格和举止对候选人进行心理评估。候选飞行员还需要进行2次飞行，以测试飞行和导航技能。评估周结束时，这些候选人被选中，才算是加入第160航空团。不过此时呢，还不能高兴太早，这只是第一步。加入第160航空团之后，所有的士兵都会被分配到绿色排，并接受急救、陆地导航、格斗、武器以及团队合作这5种战斗技能的强化训练。武器训练包括使用 AK-47、M4、M9 手枪等。基础课程为期5周，第一次未能通过课程的士兵可以重新参加课程，但不能保证分配到绿色排的士兵都可以通过并继续留在第160航空团。对于飞行员的选拔则更为严格，主要包括大约3个月的基础课程和之后的战术课程。其中飞行员、机组人员和医务人员会分开培训。其中在基础课程中，飞行员需要达到配备夜视装置，也能熟练操作直升机。由于通过夜视装备看到的影像没有立体感和距离感，飞行难度极大，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这个时期一般都是使用小鸟直升机进行训练的。完成基础课程之后呢，则是根据不同机型分配的战术课程阶段。目前第160航空团配备了3款直升机：黑鹰、支奴干以及小鸟。机型不同，课程也有所区别。不过训练有成后，飞行员的技能都大差不差。根据特种作战的需要，飞行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这些直升机的操作技巧，还要学会机载高尖端电子设备的操作方法。可以说，本节课程结束之后，这些飞行员将精通所有类型的战斗，比如在沙漠、山区和水上飞行，船上甲板登陆资格以及城市战斗任务。等到这些飞行员习惯这些特技飞行的方式之后，还需要进行额外的陆地特战训练，使其能配合地面特战部队作战。在地面战斗训练项目上，主要是防卫与逃脱求生训练为主。在敌区降落并释出特战部队执行特定任务时，机组人员的任务就是在直升机周边构成防御网，阻断敌人地面部队接近。如果敌方持续迫近，足以对直升机造成危害后，飞行员则需要立刻登机准备逃离战场，其他机组人员则持续抵挡敌军迫近。如果无法阻止敌军迫近，或直升机遭遇损坏无法升空，那机组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飞机，之后迅速逃脱、隐藏行踪并等待救援。在完成7到9个月的战术课程之后，飞行员就可以获得初级任务资格，并被分配到第160航空团中的一个营。不过在这一阶段只是一般的驾驶员，等到在作战单位服役2年，并证明自己可以在战斗情况下驾驶飞机之后，才可以升级到完全符合任务要求。在这个时期，飞行员就可以与第160航空团以外的单位合作，比如带着三角洲游骑兵满世界飞。如果还想继续升级，那就继续再等3-4年，飞行员就有资格成为飞行领队了。此外，直升机机组人员则接受基础课程训练，并要取得跳伞资格。被录用之后，需要掌握直升机内的各种电子装置的操作方法、紧急着陆时的作战方式、向特种部队队员的空中支援方法等技巧，才能部署到实战部队。想要获得特种作战医务人员资格，则需要在自由堡完成为期36周的特种作战战斗医务人员培训课程。严苛的培训造就了第160航空团出色的战力。第160航空团虽然是隶属于陆军的正式航空部队，但是其执行的任务却以隐秘与机密性居多，危险性呢也比一般的飞行部队更高。从夜间高速低空飞行也能看出来，第160航空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借助黑暗掩护，在不被敌方发现的情况下打击目标。除此之外，第160航空团还会负责救援任务，毕竟这才是其成立的初衷。实战中，无论是地面房屋、地面车辆，还是海上舰船、飞行器，第160航空团的飞行员都必须将直升机迅速飞到目标正上空，并保持与目标一致的移动速度。对高速移动的目标而言，这是一项高难度的飞行特技。搭载直升机的特战人员则需要快速垂降至目标进行突击，此时直升机还需要持续机动，为突击部队提供火力协助或人员撤出需求。作为美国陆军第一批特战直升机团，从紧急愤怒行动到捕获苏联米25，从摩加迪沙战役到红色黎明行动，
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几乎参与了美军所有的秘密军事行动。其首次参战就是1983年的紧急愤怒行动。美国陆军第75游骑兵团第1营、第2营、第82空降师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三角洲部队、海豹突击队和辅助部队共计7600名士兵，进入委内瑞拉以北160公里的格林纳达。游骑兵和第82空降兵在该岛南端的萨林斯角机场进行低空空降攻击，并在岛北端的珍珠机场进行了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和2栖登陆。第160航空营承担直升机运输任务。紧急愤怒行动中，美军原本打算以精锐特种部队的闪电突袭完成战术目标，只是结果就不乐观。彼时的特战部队还不习惯执行正式军事行动，最终结果以失败告终。开战后不到24小时，联合特战司令部就决定全面撤出所有特战部队。在希望山3号行动中，支努干奔袭800公里，捕获一架苏联制造的米25，也就是米24的外贸版。1987年4月，利比亚在查德的军事行动失败，并开始仓皇撤军。士兵为了跑得更快，疯狂丢弃重武器，其中就包括一架坠毁的苏联米25。1988年4月，第160航空营开始进行任务训练，使用 MH-47支努干直升机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地区进行夜间飞行。其中一架支努干直升机外部悬挂着6个1900升的水容器，以模拟米25的重量。6月11日，第160航空营的2架 MH-47支努干连夜奔袭了将近800公里，在未被利比亚军发现的情况下，将这架米25直升机取回。不过，论规模最大，还要数海湾战争的部署。此时，第160特战航空营已经扩编成团级，出动的次数与功劳也不小。为了配合沙漠风暴整体作战行动，第160航空团在沙漠中精研秘密渗透战术。此次作战除了夜间渗透之外，白昼的正式战斗也是将难以避免。因此，如何在沙尘环境中实施高速低空飞行，以规避伊军地面防空火网的截击，就成为沙漠风暴行动前反复训练的重点。一般直升机低飞的高度约为 91.5 米左右，但在伊军配置有先进俄制防空武器的威胁下，第160航空团的飞行员不断把飞行高度降低。当沙漠风暴行动正式展开前，第160航空团各种机型的飞行员都可以在离地 7.6 米的情况下进行超低空高速飞行。凭借着出色飞行技术，在打击伊军防空系统中，第160航空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海湾作战开始前，美军顾及伊军的防空实力，将伊军的雷达指挥控制系统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空军的行动成果虽然辉煌，但许多伊军机动防空系统则依靠第160航空团的战斗搜索与摧毁能力。为了摧毁布置在战区后方的伊军机动防空系统，第160航空团机群沿着已遭联军摧毁的伊军前线防空缺口进入，机动搜寻伊军独立目标并加以摧毁。H-6虽然小，但精准强悍的攻击火力再一次受到实战验证。而 MH-60 的长程飞行能力搭载着地面特战人员，伴随着 MH-6J 的进袭，也证实为相当成功的战术。除了空中机动打击任务外，第160航空团还负责地面敌情侦搜与友军部队机动运输任务。沙漠风暴空袭行动执行后不久，伊军重装部队开始沿着连接伊科边境的8号公路撤退。第160特战航空团的 MH-60 载着第5空降特战群实时侦察伊军动向，从而奠定了胜局。第160航空团参加的战役很多，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巴拿马的正义之师行动、索马里的恢复希望行动、摩加迪沙之战等等。这些比较知名的战役在小鸟直升机的视频中已经提到了，火力军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因为这些战役的成果，第160航空团的编制越来越大。目前，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由团部、特种作战训练营以及4个下属直升机营组成，总兵力约为2700人。其中第1营专门负责支援各军种特战部队，主要由装备 MH-6M 的轻型突击直升机连、装备 H-6M、MH-60 MDAP 的中型攻击直升机连，以及装备 MH-60M 的中型突击直升机连组成。第2营负责支援第160航空团的各种秘密特战行动或者公开军事行动，有2个装备 MH-47G 的重型突击直升机连，一个装备 MH-60M 的中型突击直升机连，一个装备 MQ-1C 灰鹰无人机的增程多用途连组成。第3营、第4营负责支援其他陆军部队，对直升机运输机动的需求，均有2个装备 MH-47G 的重型突击直升机连，一个装备 MH-60M 的中型突击直升机连组成。
时至今日，第160航空团依旧活跃在一线战场，不过之后就说不准了。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第160航空团就很少出境了，而且无论是大国竞争还是未来的无人战场，第160航空团的作用都会大幅减少。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在未来的无人战场，第160航空团的任务会发生什么转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